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张德昌。今天这事可真是耽误不得，您刷到这条内容，千万别急着关掉。无论如何，得给我腾出10来分钟，说不定就这么一会功夫，能给您5下好几千，甚至上万块钱呢。您抬头瞧瞧日历，这不都12月中旬了吗？离2025年结束，满打满算也就最后那么10几天。我为什么急成这样，非要现在提醒大家？咱们心里都明镜似的，眼下什么都在涨价，钱越来越难挣，每一分都得算计着花在真正该用的地方。可好多人都没意识到，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其实攥着3笔看不见的钱，这些钱啊，它是有日子的。不少政府单位和公司都白纸黑字写着，只要过了12月31号晚上12点，您要是没去领、没申请、没用上，这些钱和好处刷一下就没了，过期直接作废。这不就等于咱们自己攒下的家底，眼睁睁看着它打水漂了吗？我特别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孩子不在身边，自己单独住的叔叔阿姨们，平时消息来得慢些，更容易因为不知道这些规定而吃亏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该拿的钱没拿着，该享的福没享到，您说这多让人心疼啊！所以今天德昌就帮大家把这3笔钱一样样捋清楚了。您啊，现在先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要是方便，就把手机、存折、身份证准备在手边。咱们接下去一项一项核对，看看这3笔年底前必须办妥的钱，您到底有没有漏掉？信我一句，查完您准会觉得这时间花得值。咱们先说头一笔，这笔钱是今天要讲的3项里头金额最大，也最容易被咱们忽略的，特别是那些操劳了一辈子，手里有些积蓄或者名下有个房子的长辈，您可得仔细听好咯。我要说的这个叫做每年的赠与税免税额度。这么一说，您可能觉得有点绕，我呀，换个更实在的说法，就是您要是想把自己的钱给子女，怎么给才能最省税、最合规矩？很多长辈都这么琢磨，钱我先自己留着，等以后孩子要买房、要成家，或者等我100年之后再一口气给他们。您可千万别这么打算。如果您一次性给孩子一大笔钱，比如500万、1000万，那国税局的税单没多久可就找上门了，直接从里头扣掉10%，甚至20%的重税，1000万就得被拿走100-200万，光想想心都揪着疼吧。那聪明人是怎么做的呢？那些会规划的家庭啊，都在用一个法子，咱们管它叫蚂蚁搬家。这家怎么个搬法？就得用好政府给咱们的这条规定。规定说的是，咱们每个人每一年都有一个固定的免税赠与额度，像现在的标准就是244万新台币。这里头有个关键点，您千万记住，这个244万的额度，它也是跟着每年12月31日更新清零的。您今年的额度要是没用，它不会攒到明年变成488万，而是直接就没眼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您和老伴身体都还硬朗，手头也宽裕，正好今年也有打算要拿点钱帮衬孩子，那您一定得赶在12月31号之前把转账办好。这德昌得多念叨一句，一定得用银行转账，网银或者去柜台都行，留下清清楚楚的记录。可千万别图省事去取一大笔现金直接给孩子，提现太多容易被国税局注意到，到时候解释起来可就麻烦多了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您今年想支持儿子100万创业，您在年底前通过银行转账把这笔钱给他，因为这100万在244万的免税额度里头，所以是1分钱税都不用交的。要是您和老拜儿2个人一起给，那额度就是244万乘以2，总共488万。你们2口子在年底前合计可以给同一个孩子488万，而不用缴1毛钱的税。摸透了这个蚂蚁搬家的窍门，每年都把这份免税额度用足，连着几年下来，就能安安稳稳、合理合法的把家里的财富传到下一代手里，替全家省下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税款。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省税办法。所以说啊，有这方面打算的长辈，年底前这几天就是您行动的最好时机了。好了，说完这笔大钱，咱们接着聊第2笔。这笔钱虽然不是真金白银的钞票，但它可比钞票还要金贵，因为它关系到咱们的命根子健康。
它就是政府白送的成人健康检查。各位叔叔阿姨一定得记牢了，这是国健署明明白白给的福利，是咱们纳税老百姓该享有的权利。规矩是这样的，只要您年满65岁，那么每一年都能享用一次免费的全身健康检查。要是您年纪在40岁到64岁之间，那就是每3年有一次机会。现在的重点是，这个免费的资格，它是按年来算的，也就是说，您2025年的这次免费健检机会，有效期就是从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。您要是因为忙，因为忘了，或者觉得自己身子骨还行，就没去检，等到明年1月1号一到，今年的这次机会咔嗒一下就作废了，根本不可能留到明年让您检2次的。咱们上了年纪，最怕的就是三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这些毛病啊，早期根本没感觉。政府送给您的这次检查，就是帮您把这些隐藏的地雷早早排掉。您不去做，就等于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福利，也放弃了给身体做一次关键安检的机会。现在外面那些健检中心，咱们自己掏钱做一次稍微全面点的检查，轻轻松松就要好几千，项目多一点的上万块都不稀奇。现在政府把这份钱都给您出了，完全免费，咱们干嘛不用呢？再说了，现在好多县市，像台北市、新北市，还会特别照顾65岁以上的长辈。在国健署的福利项目上，再免费给您多加几项检查，比如心电图、腹部超音波什么的，这么好的事，您要是错过了，那可真就是亏大了啊。所以德昌在这要格外提醒2类朋友，第一类是今年刚刚满65岁的，您今年就已经有资格享用了。第二类是所有65岁以上，但今年还没去医院用掉这次福利的长辈，您得注意哦。年底医院通常人都特别多，名额也得抢。您现在就拿起电话，给您家附近的诊所、卫生所或者大医院的健检中心打过去，就说我要预约今年的免费成人健检，赶紧约上，赶在12月31号之前，把这个国家送给您的健康红包实实在在的揣进兜里。这不光是省钱，更是对咱们自己的身体负起责任。身体健康才是咱们晚年生活最大的底气和本钱，您说对不对？好，咱们最后来说说的3笔钱。这笔钱虽然数目上不像前2笔那么显眼，但它是最容易被忘在脑后，也最容易捡到手的小实惠。它就藏在您的手机和钱包那些卡片里，我管它叫被睡着的点数零钱。现在咱们很多长辈也习惯了去超市刷信用卡买东西，或者用手机去超商交水电费，但您可能没留意到，每回消费，店家其实都在悄悄往您的账户里返一些红利点数或者会员积分。这些点数说白了，就是店家给您的现金回馈，是能直接当成钱来花的。但最要紧的一点是，这些点数啊，绝大多数都会把清零的截止日期定在12月31号。我跟您讲个我亲眼见着的真事儿，我家隔壁的陈奶奶平常特别节俭，买菜都用同一张信用卡。去年年底，我提醒她查点数，她一查，里头攒的点数都能换2000多块钱的东西了。当时她就想，嗨，再攒攒，换个更大件的，就一直没动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元旦过了，她想起来，高高兴兴跑去超市，想换个炖锅。店员跟她说，系统在1月1号凌晨就把去年的点数全清空了，那2000多块就这么没了。陈奶奶难受了好几天，她说，这感觉就像我自己从口袋里掏出钱，亲手扔进了垃圾桶一样。您听听，多可惜啊！很多长辈脸皮薄，买东西不好意思问店员，咱别怕，今天您看了这条内容，就别再拖了，马上动起来。第一步，把您钱包里所有的信用卡、超市会员卡都拿出来，看看背面有没有客服电话，打过去就问一句，我卡里的点数年底会过期吗？第二步，打开您手机里常用的那些 APP， 像是全联、家乐福、大润发，还有71全家的 APP， 点开里头我的会员那个地方，一眼就能看见自己还剩多少点数。要是查出来还有点没用的，就算只有几十块、100块的价值，也别瞧不上。趁着年底最后这几天，赶紧去楼下便利店、超市，把它换成卫生纸、酱油、鸡蛋或者牛奶，
哪怕换几杯热咖啡，请老邻居喝呢？这些东西反正家里天天都用，现在用点数去换，就等于是白拿回家，不费1分钱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换白不换，换到就是赚到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您聊的这3笔年底会过期的钱，咱们再从头顺一遍。第一，是能帮您省下大笔税前的赠与免税额度，记住得用转账。第二，是政府送给您的免费健康检查，守好您的健康老本。第三，是您手机和卡片里那些消费机的点数，甚至能换杯咖啡，暖暖身子。最后啊，德昌还想再多说几句心里话，咱们这辈人年轻时候吃过苦，知道挣钱有多难，所以省下来的每1分钱，都是咱们养老的依靠。现在离年底真没剩几天了，我真心实意的建议您，看完这条内容之后，立马去做3件事。第一，马上想一想，您今年的免费健检去做了吗？要是还没，明天一早就去预约。第二，立刻检查您手机里的 APP 和钱包里的会员卡，看看有多少点数，抓紧时间用掉。第三，也是顶要紧的，如果您的孩子工作忙，在外地奔波，请您一定把这条内容转给他们，既提醒他们帮您留意这些权益，也提醒他们自己别忘了这些重要的信息。转发1条内容，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，但很可能就帮您的家人朋友捂住了好几万块钱。我是张德昌，一个专门帮咱们中老年朋友看紧钱袋子，守护应得权益的频道，健康永驻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说的这些对您有帮助，不想错过明年更多的新福利、新政策解读，记得给咱们点个订阅，按个赞，咱们下回再聊。